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将于2月4日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冬奥会开幕。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30多位国际政要陆续抵京。据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月4日至6日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欢迎宴会，并举行相关双边活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来华访问之际接受了中国媒体采访，并发表署名文章。中俄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普京也要出席冬奥会开幕式，并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晤。此行既是中俄领导人的冬奥之约，也是新冠疫情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备受瞩目。中俄领导人会晤将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战略和政治动能，保障中俄关系行稳致远。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发展，造福于两国民众，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去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长。普京总统认为，这是一份具有深刻思想的文件，基于政治互信，两国建立了有效的多层次的合作框架。此次中俄元首会晤将就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与磋商。相信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将为中俄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和战略的内涵。在去年，中俄经贸额增长1/3，达到1400亿美元，中俄经济合作的纽带更加强劲。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中俄经济合作的内涵更加的丰富。普京总统表示说，有信心朝着2000亿美元的目标去迈进。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充分发挥两国市场之间的合作，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在投资、生产和工农业等领域采取一系列重要的举措。中俄两国都有很好的资源禀赋，土地资源、能源、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如果进一步优化和组合，无疑会给中俄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除了政府间投资、地方合作之外，中俄经济合作的动力和潜力在民间、在市场，在更好地满足两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的需要。近几年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性更加的凸显，中俄之间的合作也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转移。除了备受关注的中俄天然气、核能、航空的合作之外，双方也在努力打造更加便利的双边金融合作框架。需要看到的是，中俄两国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第2大经济体；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中俄双方互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但非唯一。中俄经济合作既要有利于彼此经济的发展，也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合作体系的构建。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重要的内生动力和纽带，符合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在平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全球性大国，中俄两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使命。和平竞技也是奥运精神所在，普京赴冬奥之约也是为和平与发展而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中俄关系的使命所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多国元首向中国发来贺电，那么您对此又如何看呢？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在世界奥运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北京奥运理念也是中国向世界呈现出来的中国理念、中国期待。其次，此次奥运会的举办是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之下，新冠疫情阴云未散，世界变局加速，国际形势动荡变革。中国为世界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会，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和坚守。最后，
冬奥会燃起了冰雪运动的热情，北京与奥运会的缘分深厚。中国是奥运精神的坚定的追求者、行动派。举办2届奥运会，极大地推动了体育运动的普及化。在世界处于震荡和变革之际，奥运会是各国进行合作的最大的公约数。虽然在此之前，一些国家搞所谓的外交抵制，但形势比人强。奥运精神超越了各种藩篱，成功的举办奥运会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的愿望。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奥运精神彰显了人类携手合作的愿望和能力。我想，北京冬奥会的价值和意义超出了奥运会本身。举办奥运会要进行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奥运会是为各国的运动员提供了竞技比赛、展现个人风采的公共产品。中国在10几年间连续举办2次奥运会，体现了中国的责任和担当。另外，在新冠疫情之下，北京冬奥会如期举办，既彰显了人类战胜疫情的努力和意志，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世界各国对中国、对北京的信任。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冬奥的相关动态。在周四上午举行的冰壶混双循环赛第2轮中，由林志、范苏源组成的中国队以6比5击败澳大利亚组合，继昨晚的开门红后，再次取得2连胜。下午，中国女子冰球队则完成首秀，这是中国女冰时隔12年再次回到奥运舞台。我们的特派记者也从前方发回报道。当前距离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仅有不到21个小时，北京市民也期待冬奥会的开幕。不少市民特意到鸟巢对面的冬奥主题的花坛打卡。很期待，因为我本身就是来自于吉林，然后来北京20多年了，然后对冰雪特别热爱。然后我都40多了，但是开始学的滑板，那个单板啊。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鸟巢国家主体育场外。明天晚上，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我身后的国家主体育场举行。从现场情况来看，开幕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而就在昨天晚上，鸟巢也完成了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彩排工作。北京冬奥会宣讲团宣讲员侯坤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北京即将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即在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后，又举办冬奥会，这在奥林匹克历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如此近的时间里，我们举办了2场奥林匹克盛会。这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践行了奥林匹克价值观和奥林匹克精神。我想在未来，从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到更多的人在全球普及冰雪运动，我们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让世界的冰雪运动跨上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向未来。在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布局？执新闻的3名蓝厅记者在虎年来临之际访谈一线学者。本期对话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新冠疫情延宕反复，100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与发展遭遇逆风，外部风险隐患显著上升。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该何去何从？2022中国外交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直播港澳台寻访国家顶级智库和最高学府，推出《北京观察》新春特辑，与您一同见微知著。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互动也更加的频繁。但另一方面，美国打台湾牌的力度并没有降低，台海局势一度非常的紧张，引发了外界的担忧。那未来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而且作为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将如何影响2国关系，也是外界最关心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看看作为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学者，还有哪些不一样的观察和解读。金灿荣1984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7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92年，金灿荣作为国际访问学者首次到访美国观察美国大选。回国后，金灿荣发表第一篇有影响的专业论文《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与政局演变》。金灿荣认为，台海保持局势稳定的关键在于大陆、台湾、美国3方都保持冷静。
但目前美国与台当局持续拱火，令台海局势持续紧绷。我想还是大背景变了吧。一个呢，就是这个中美关系啊，应该性质是变化了啊，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现在是竞争为主。然后，既然美国要跟我们进行战略竞争，那他什么牌都会用。那么过去4年吧，他是从18年开始嘛，他打了好多牌啊，贸易啊、军事威慑啊、舆论战啊、这个意识形态战啊、司法战啊等等，但是效果不明显，所以这就迫使他就是打台湾牌。那蔡英文他在那个元旦讲话的时候，他是提到了要将台湾更多的推向国际。那美国方面也一直在操作这个台海问题的国际化。那您觉得，就是美国和台湾之间是否有这种里应外合的这种感觉？这样会对整个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危险性呢？因为我们一直讲，台湾问题是一个2国3方游戏啊。这3方里面就一方冷静，我们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挺冷静的。是吧？现在还在最大耐心、最大诚意啊，争取1国2制和平统一，我们挺冷静的。可是它3方游戏，游戏结果不是这一方决定的，对不对？那2方也有作用啊。可是那2方现在你看，都在共同的推台湾问题国际化，闯我们红线。所以我觉得局势啊，这个是走向恶化的，而且有点危险。美国盟友当中，现在公然介入台湾问题的有日本和澳大利亚，其中又以日本表现得最突出。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台湾问题其实是2国3方的游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是想要参与进来，比如说像日本。那您认为美日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它有多大的这个默契，或者是有多大的一致性呢？这个你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吧，日本单独是没有能力来干预的。是吧？现在战争需要有那种侦察、指挥啊、通讯系统，日本自己没有这个系统，它完全是靠美军的。日本呢，心很大，他想干预台湾啊，但实际上能力不够啊，就是他没有独立的资格来干预台湾问题，所以基本上实际上就是如果美国要干预，那日本会非常积极的参加，成为那个急先锋啊，这个成为先锋官啊。但是如果美国决定不干预，那日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基本上可以把日本因素放到美国因素的选项里来，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立陶宛去年批准以台湾之名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金灿荣分析背后有美国打台湾牌的因素。他认为中方对立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目前已经看到了效果。我直觉呢，这个美国、欧盟支持立陶宛吧，它实际上是试探，他先弄一个小国家呀，试探啊。如果这个小国家做的是坏事，没有得到惩罚，他等于他就把那个红线就往前推了一步，然后比较大的西方国家就会跟进。那您觉得立陶宛它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导致更多的国家在一中问题上有所动摇吗？这个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效果最后很明显，这个立陶宛往后退了，那么这个后续效应就没有了嘛，是吧？但如果立陶宛闯关成功，是吧？在欧盟啊，在美国支持之下，闯关成功，它就可能形成一个示范效应。所以对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必须得重视，必须拿出有效的措施，对吧？在金灿荣看来，2022年的台海仍将持续不太平，甚至还会进一步升级。这背后与岛内县市长选举、美国中期选举等政治变动有着密切关系。金灿荣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切香肠的方式掏空一中政策，此举很容易将台海局势推向危险的边缘。因为我现在观察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2党都把中国当作主要的战略对手，都想打台湾牌。虽然他们也都知道不能因为台湾直接跟中国发生军事碰撞，这一点我估计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同意的啊。但是呢，在避免中国大陆直接出兵的前提之下，他在不断的改变这个政策的内容。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最终的红线呢，是中国大陆划定的。那您觉得我们应该要如何应对呢？对大陆来讲呢，首先还是保持定力吧，因为在这个3方游戏里面啊，这个应该讲这个发展势头还是我们最好，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吧，我们现在的综合国力啊，已经能够
反击台独了。就如果比如台独当局做得太过分，还有美国做得太过分，这个我们是可以采取断然措施的。我们不随他的鼓点起舞，这是一方面，但也不能无动于衷，对不对？这个所以也要见招拆招。这个所以大概就是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儿，这应该是我们的应对之道。刚刚金灿良教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台海问题的一个预判，不确定性是他提到的一个高频词。他认为呢，无论是大陆台湾这个小两岸，还是中美这个太平洋的大两岸，未来1年的走向仍然非常的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中国大陆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与此同时也需要见招拆招。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美国五角大楼周三宣布，将于未来几天内向罗马尼亚、波兰和德国增派3000名美军士兵。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强调，此次部署并非长期行动，该部队也不会参与乌克兰境内的战争。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再次强调，北约仍未充分回应俄方对安全保障的合理关切，此举违背了安全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比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加强对北约盟国的支持，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向罗马尼亚、波兰和德国增派3000名美军士兵，其中包括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陆军布拉格堡抽调2000名美军士兵前往波兰和德国，另外还有约1000名目前正在德国的美军士兵将被部署到罗马尼亚。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spond to the growing threat to Europe'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ur commitment to NATO, Article 5, and collective defense remains ironclad. 科比强调，这一军事部署是暂时而非长期的，仅为针对当前安全局势采取的行动。他更着重指出，此次增派的美军不会参与乌克兰境内的战争，是为了向普京和世界发出强烈信号。Moreover, these forces are not going to fight in Ukraine. They are going to ensure the robust defense of our NATO allies. 与此同时，1月由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集结准备的8500名士兵，目前仍在美国境内，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而美海军哈里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近日正在地中海参加军演，这是自冷战以来该航母战斗群第一次在北约的指挥下行动。我想美国可能有2方面的这个考虑啊，一方面呢是对俄罗斯来这个施压啊，那么希求这个俄罗斯啊，在这个最近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谈判上啊，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第二个呢，也是向这个美国在北约的盟友啊，那么来展示他所谓维护欧洲安全、保护自己盟友的这样的一种承诺啊。当地时间周三，俄总统普京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和俄罗斯安全保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指出，普京在通话中阐述了俄方对乌克兰危机、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安全保障等问题的原则立场，并提请对方注意乌克兰方面对明斯克协议的长期破坏行为。普京指出，北约不愿对俄方的合理关切做出充分回应，同时却粉饰其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做法违背了安全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外界注意到，就在与普京通话的前一天，约翰逊曾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约翰逊当天还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大加渲染。Today, more than 100,000 Russian troops are gathering on your border.In perhaps the biggest demonstration of hostility towards Ukraine in our lifetime. Potential invasion completely flies in the face of President Putin's claims to be acting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这番渲染效果极强的言论很快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大部分网友并不认可约翰逊的说法。有网友称，是美国、英国、欧盟和北约制造了这个问题，不要责怪别人。还有网友反指，约翰逊此举是在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像英国，包括一些东欧国家呢，比较主张啊，能够以强硬的方式来应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他呢，更想通过这种挑事儿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存在感。那么美国呢，只是游走在这2派之间。普京跟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通话，实际上是想跟这个强硬派也来进行一个接触，那么来更多的塑造这个乌克兰问题的局势的发展。
此前一天，普京在与到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面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便已指责美国和北约在对俄安全保障建议的书面答复中，明显忽略了俄方的原则性关切。We were given promises not to move NATO infrastructure to the east, not a single inch eastwards. You all know that. You all are well aware. And now we see where missiles are. Poland, Romania. So they said one thing, they did another thing. As our people say, so we were basically swindled. We were lied to. 事实证明，普京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西班牙媒体《国家报》周三泄露了一份北约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机密答复文件，内容显示，俄方对周边安全保障的要求基本上都被美国和北约拒绝了。该回复的具体内容还包括，美国准备就中短程导弹军备控制进行对话，美国坚决支持北约的开放政策。北约指责莫斯科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量无端、无理和持续的军事集结。北约坚持认为，扭转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集结，对取得实质性进展至关重要。那么从这次披露的文件来看呢，美国实际上是完全忽略了俄罗斯的第二条提议啊，就是从97年以后部署的地区撤出，那么拒绝了俄罗斯的第一条的提议，就是北约不再东扩。那么比较愿意跟俄罗斯来商谈第三个问题。我想接下去一段时间呢，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会将主要围绕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导弹部署的问题来进行博弈。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美国宣布向欧洲增兵，您认为美国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美国这次实际增派到欧洲的是2000名兵力，全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其中呢，1700人部署到波兰，300人部署到德国，还有1000名美军呢是从德国调防到罗马尼亚。我们注意到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这2天一直说，局势呢并不像某些国家描述的那么紧张，某些国家呢是在制造恐慌。欧盟呢，法国、德国也在积极斡旋，并且和乌克兰、俄罗斯通过诺曼底模式谈出了名堂。俄乌同意呢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并且呢，后面还将呢继续会谈，也就是说，乌克兰局势呢，眼见着呢是趋向缓和，但就在这个当口美国呢却宣布向欧洲增兵，这说明美国呢不希望看到乌克兰局势降温，而是呢继续拱火，蓄意呢让乌克兰局势重新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呢这么做，一是呢通过持续制造紧张气氛来巩固呢对北约的绝对控制。近年来呢。欧盟的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在力推组建呢欧盟军队，试图实现欧洲的防务自主，大幅减少呢对美国的依赖，这让美国很不爽。因为呢欧盟的目的如果实现，那么北约的重要性将明显下降，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也将随之显著下降。所以美国呢就不断炒作俄罗斯对乌克兰、对欧洲的威胁，继续呢强化北约的作用，以此实现呢对北约的控制。进而呢，也就实现了对欧洲的长期控制。二是通过呢制造紧张气氛将资本呢赶往美国，削弱欧洲。资本的天性之一呢，就是避险嘛。乌克兰局势呢，如果长期紧张，也就意味着呢欧洲的安全局势很严峻，资本呢就不可能留在欧洲，更不要说外来的资本呢进入欧洲了。那么资本呢势必会到安全的地方呢去逐利，哪儿安全呢？显然呢，美国是一大安全地嘛，大量的资本呢，自然就会流向美国，给美国经济带来强劲的活力。不仅如此，大量的资本呢从欧洲流向美国，还会进一步削弱欧洲，使欧洲始终无法呢实现自主，那只能继续呢依赖美国。三是塑造呢强势的形象，防止呢今年的中期选举呢崩盘。拜登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国内外问题呢都没有任何的建树，特别是从阿富汗匆忙撤军的狼狈，以及呢新冠疫情的失控，让拜登的支持率一跌再跌。所以拜登政府呢就拼命炒作呢乌克兰局势，给美国民众呢一种强势的印象，试图呢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呢保住民主党的席位，避免呢自己在今后2年呢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向欧洲增兵会让乌克兰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美国没有和俄罗斯兵戎相见的勇气，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否则呢，美国就不是从本土派区2000名空降兵，以及呢让另外8500名官兵做好部署到欧洲的准备了，而是呢需要从本土派出数万地面部队，以及呢成百上千架空军战机，至少3个以上的航母打击群呢。不仅如此，美国还需要呢大规模调动已经部署到欧洲的6万美军。敦促呢北约的欧洲盟友派出大量军队到乌克兰周围的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3国甚至呢直接派兵呢进驻乌克兰。美国呢是在制造了紧张局势，但又在避免和俄罗斯呢直接发生冲突或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呢在向欧洲增兵的同时，还要大喊呢不进入乌克兰作战的主要原因。只有呢让乌克兰局势紧张但又不致失控，才能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乌克兰局势真的失控了，那么欧洲呢将大乱，美国呢也将被迫呢全面卷入。不仅呢冲突或战争的后果难以预料，美国呢也将无暇顾及世界其他地区，其全球战略呢甚至会因此崩溃。这显然呢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呢想达到既制造紧张又不致失控的目的只是一厢情愿。因呢制造紧张局势就是在进行玩火嘛，危险极大。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之前呢一直炒作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美国呢将联合西方呢对俄罗斯进行前所未有的制裁，并没有提及呢派兵的问题。而现在呢却宣布向欧洲增兵，这说明呢美国玩火呢是越玩越大，现在还能控制，后面呢继续玩火是否呢一直能控制不导致失控，那就很难说了。所以美国真要想解决呢乌克兰问题应该带着诚意呢去和俄罗斯谈判，而不是呢满嘴威胁不断拱火。要知道玩火者呢必自焚。英国首相约翰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日通电话，两人同意努力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约翰逊又警告普京，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一个悲剧性的误判。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英国呢是在刷存在感，由于呢英国不会成为乌克兰问题上的重要角色，再加上英国距离乌克兰呢很远，与欧洲大陆呢还隔着英吉利海峡呢。英国呢现在又退出了欧盟，这样呢即使欧洲大陆上发生战火，也很难波及到自己。所以呢英国在煽风点火方面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跟随美国呢炒作乌克兰局势紧张，狐假虎威，借助美国之力打击欧盟和俄罗斯，英国呢自然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且呢英国不只是炒作，还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甚至呢还宣布要向欧洲呢派兵，给乌克兰局势不断的加柴添火。说白了，英国的所作所为依然是数百年来离岸制衡套路，巴不得呢欧洲大陆一直乱糟糟，自己烂呢不要紧，只要呢欧洲大陆呢更烂，那英国呢就是成功。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